国5个夜生活丰富的城市，凌晨2点满街人。你都去过几个呢？黑夜代表着黑暗和危险。在火被发明之前，原始人为了避免危险，夜晚从不出门。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后，人们劳动一天后，在夜晚也敢于出门从事各种活动。这就是夜生活的早期萌芽期。随着几千年生活的繁衍，夜晚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。人们在夜间出门，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交易，更多的是体验和放松。劳累工作了一天之后，约上3、5好友，享受夜晚的美食和霓虹灯闪烁，就是疲惫一天之后最好的解压方式。虽然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夜生活，但这5座城市的夜生活却让我们流连忘返。凌晨2点，街头巷尾间还能看见人头攒动。随处可见夜生活的长沙。长沙的夜生活是整个城市的事，长沙的夜生活是从12点才开始的。凌晨3点钟，公交车还在运转。如果你去别的城市，这是绝对看不到的风景。无宵夜，不长沙，这句话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。如果你来到长沙夜晚的街头，你会发现夜晚在这里没了它的张牙舞爪，取而代之的一盏盏柔和明媚的路灯。在长沙的街头，你会随处可见丰富多彩的夜生活。黑夜似乎才是这座城市的归属，也让初来乍到长沙的人找到了他们内心的归属。说起长沙的夜生活，美食肯定是不容错过的。美食不光能填满我们胃部的空虚，更是了解一座城市文化的捷径。如果将长沙的美食拟人化，那可真所谓是人才辈出。各种美食争奇斗艳，不光有传统的香辣口味，还有各种味道鲜美的夜宵小吃。龙虾估计来长沙都要绕道走，因为长沙人对于小龙虾实在是太过于热爱了。长沙以口味香辣著称，所以长沙最出名的当属香辣小龙虾，也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种做法。活蹦乱跳的小龙虾和辣椒结合在一起，烹炒过后，肉质紧实有弹性，蘸上一口香辣汁，鲜美和香辣充斥整个口腔。就算吃小龙虾的过程有点费事，但和这种味蕾的冲击比起来都算不得什么。餐桌上不知不觉间，龙虾壳就堆成了小山。说起长沙夜宵，臭豆腐肯定是必不可少，作为长沙市的美食地标，臭豆腐的味道的确让人回味无穷。臭豆腐的外表虽然看起来不起眼，味道更是让有的人拒之千里之外。但一旦你吃上这么一口，酥脆的外表下内含丰富的汁水，一定会让你吃完这口想那口。美食只是长沙的夜生活的一部分，你可以肆意漫步在长沙的街头巷尾，因为长沙的夜生活随处可见。你可以花上不多时间挑选样式精美的手工艺品，你也可以选择在长沙留下自己的自画像，忘掉生活工作中的烦恼，尽情享受这座城市丰富多彩的夜生活。夜晚喧嚣更甚的广州。广州的夜晚比白天更加热闹，可能是天气过于炎热，广州白天的街道显得过于沉闷，但是一到夜晚，这座城市又换上了另外一副面孔，在老人与少年间来回切换。夜晚的广州是热烈而又喧嚣的，褪去了一天的疲惫，似乎重获了新生。易中天曾在《独城记》中表达了自己对广州的印象。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、没有夜晚的城市，它似乎并不需要睡眠。街道两边的大排档架起的火苗，点燃了这座城市夜的热情。约上3、5好友，喝上一口猪杂粥，吃上一份炒河粉，才算是刚刚开启了夜生活。来到广州，你肯定不怕将胃给吃坏了，因为在这里的夜生活，不但要吃烤串、喝啤酒，还要喝各种养生粥。在放肆享受的同时，还不忘记养生。作为广州的代表美食，炒河粉可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。要想把一份炒河粉做得好吃，一定要不干不湿，一干一湿。这种标准下的炒河粉，恐怕只有来广州才能吃到了。你如果想感受一下这座不需要睡眠的城市的夜景，一定要去珠江逛一下。天空逐渐变暗，霓虹灯变得越来越嚣张，珠江两岸的楼房在灯光的笼罩下散发出迷人的光芒。
影子倒映在平静的珠江江面上，宛若海市蜃楼，美得不似这人间景色。游船上，慵懒地倚靠在栏杆边，迎面吹来的江风轻抚过你的脸，就像婴儿般细嫩的双手，让你舍不下这份温柔与美好。3. 白天与夜晚各异的贵阳。贵阳的白天风景如画，空气清新，像一位古典美女。到了夜晚，贵阳又摇身一变，成了性感的女郎，活泼而又热烈。入夜之后，人们蜂拥进街边的小酒馆、美食店，享受着贵阳充满活力的夜生活。如果你是孤身一人来到贵阳，不要怕孤单，贵阳的夜晚会治愈你孤独的内心。你到这里可以毫不费力就能找到一个和你把酒言欢的人。如果你钟爱美食，一定要去青云路。青云路在早期是贵阳一带的针织厂，现在是充满科技元素的夜宵城市。在这里，你能吃到油炸豆腐圆子、肠旺面、洋芋粑粑等很多地方特色美食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说一下贵阳的肠旺面。肠旺面顾名思义，里面有肥肠和毛血旺。肥肠软烂多汁，毛血旺鲜嫩无比，你一定会被折服。值得提醒你一下，折耳根在贵阳的食物中可是十分常见的。如果你吃不惯折耳根，一定要提醒豆腐圆子的蘸水里千万不要放折耳根。如果你实在忍受不了折耳根的味道，那这边的风景也不会让你失望。走在夜晚青岩古镇的街道上，形形色色的灯光和 AR 技术配合的相得益彰，让你置身于真真假假的景色中，恍惚间失了神。4. 不用睡觉的南宁。据有关资料调查统计，南宁是我国睡觉最晚的城市，在凌晨2点的街道，人头攒动更是稀松平常的事。在南宁凌晨的街道上，你甚至还能看见跟随父母逛街的小孩子的身影，似乎睡眠在这座城市变成了多余的事情。和贵阳热辣的夜晚不同，南宁的夜晚是温婉安静的，但是却别有一番滋味。如果你来到南宁，一定要去夜生活的中心点中山路美食街。在这里，你能品尝到最正宗的当地特色美食，卷筒粉、螺蛳粉等等。来到中山路，你随意走进一家店都不会踩雷，因为每一家店都独具特色。在中山路吃完美食，来到青秀山走一趟。在夜色的笼罩下，青秀山像一位安静的老者，伫立在那里，注视着这座不用睡觉的城市。5. 梦回大唐夜的西安。西安的夜似乎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，穿越回大唐盛世，领略唐朝盛宴。西安曾被大家称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，尤其是西安的夜，来了你会后悔自己没早点来。大唐不夜城全长2100米，以唐朝为背景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，恢复我国经济文化最繁荣时期的大唐夜景。置身于不夜城中，仿佛自己穿越回了几千年前。在我们惊异于那个朝代的繁荣盛世时，不经意间身边走过一位唐朝美女，一时间竟分不清真假。在领略完大唐盛况之后，我们再穿越回现代，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。西安的美食主要集中在回民街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街道上就被各种香味充斥着，肉夹馍、凉皮、羊肉泡馍，此时恨不得自己变成和牛一样，多尝几个味。吃完美食，再去听一场街边的免费演唱会，跟随音乐的节奏左右摇摆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把这变成自己的舞台。西安的夜有着历史的厚重感，也有现代的科技感，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奇妙反应，造就了西安独特的夜生活。如果你既对历史感兴趣，又想体验现代艺术之美，来了西安你绝对不会后悔。结语：有人说，你怎么对待生活，生活就怎么对待你。对于夜生活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。有人认为过夜生活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，工作了一天，只想窝在沙发上好好休息。也有人认为，夜生活就是我们繁忙生活中的解压良药，只有将压力完全释放出去，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的上岗。对此，我们并不评判这两种生活态度的好坏，无论哪种方式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话说回来，每个城市的夜生活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和魅力，
夜生活也是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说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也想去这几座城市亲自体验一下夜生活的魅力？你所在的城市又有哪些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呢？